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前，他的权力是达到了最高的巅峰。从经济上来说呢，就是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大家看那个 GDP 表就能很明白的看到，从1960年到1976年，全世界的 GDP 都是急转直上的，尤其是东亚四小龙，日本、法国战后都是从1960年之后急转往上走。中国1960年到1976年这16年 GDP 是一条横线不动，保持在一个1960年的冻结状态。中国人民可苦喽，毕福剑是过来人，所以说，哎呦，那个老逼养的把我们给折腾惨了，那是真话啊，我就不再多说了。谢天谢地啊，我75年出生，赶上他了一个尾巴，所以呢，我没有太遭罪，但是那个尾声也很厉害，那个尾浪，我小时候弄我七荤八素的，我给大家讲过粮店的故事、肉店的故事。平片供应的故事，我给大家讲过厕所的故事啊，这些事儿我都不想再回忆了。但是没办法，现在小粉红要美化文革，我就必须要回忆。中国共产党后来美化自己的文革数字啊，就是最近这30年啊，不能否定30年无关痛痒。你再吹牛逼呢，人均 GDP 100到200人民币。大家能想象吧？国家经济处于一个什么赤贫状态？中国人产值100到200人民币，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老毛啊无法无天。突发奇想，因为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心想事成啊，他突发奇想啊，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这个自古以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妈的，我们能不能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择国家领导人呢？哎，我去，老毛想了，体现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我这个国家领导人啊，我培养的接班人就要是无产阶级。1970年以后，我们看到了山西农民陈永贵，大字不识的陈永贵啊，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啊，保安小队长，国家接班人。我操，毛泽东是把他当国家接班人培养的，你就开了这么一个先河。为什么毛泽东怎么相中王洪文了？这就是王洪文的人生悲剧啊！长得帅，就王洪文长得帅。张春桥当年是上海造反派负责人，王张江瑶反革命四人帮集团里边那个张春桥。那上海这个造反派夺权很厉害，最能打的就叫王洪文那个国棉，就是上海国营棉纺厂。这个王洪文很厉害，纠结了好多工人造反派，打下来了另一个造反派。上海有电影制片厂，那会儿没有手机，那会儿都是拿电影机拍，跟拍啊。王洪文，我操，跳江起来，砸烂一切，然后在那鼓动人民群众，形象甚为伟大。当然，这个电影并不是为王洪文一个人拍的，是整个上海造反派夺权的雄伟画卷的那个 video， 拿到毛主席中南海那儿去，张春桥给递上去了。江青、毛泽东、张春桥一起看，我操！一看，在那万马丛中啊，一群矬逼里边，怎么有一个白衣小将，挺一杆亮银枪，七进七出啊，如入无人之境。毛泽东，此人是谁呀？王洪文，就一眼相中了王洪文。王洪文的起家也是因为颜值，今天又被集美们给他翻出来了，还是因为他的颜值，就是他长得帅。换句话说，王洪文是长得真帅，所以毛泽东是通过上海小电影，哎呀那个 AV 啊，看见了这个成人电影，就是这个打夺权的这个都是成人动作片吧。王洪文很能打，而且长得很帅啊，这个小将咱们给他弄出来，靠颜值。毛泽东在王洪文的颜值面前立即沦陷，那就不用说江青了。江青本来在上海滩混过嘛。昨天我提两句王洪文，我说上海小开，他说那不对，他是东北的。你们说的对，人家是长春人，你可不知道50年代长春人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是香港人。过去是满洲国，满洲国是45年才消失的，是亚洲 GDP 第一，比日本强。长春叫新京，人家王洪文搁今天说那不是正儿八经的新京人，新京的，人家不土，洋得很。你今天你搁长春完犊子了啊！王洪文30来岁，60年代的时候，长春余威仍在，上海人亦不敢轻视长春。所以今天集美们又把他们王洪文的颜值给翻出来，蹭了黄轩的芳华流量。
那就是什么？这就是宿命，活着也是因为颜值，死了翻生还是因为颜值。毛主席对张春桥同志说：“王洪文啊，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喽。”我操，他条件比咱俩优越。毛主席和张春桥俩货，你就知道那这个强大的背书，我操，那没人敢放屁了。毛主席接着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调查研究。他自己就做过工农兵啊，他不用调查研究，他是亲身经历，所以他具备领导中国的条件了。所以老毛非常夸张地安排王洪文做自己的接班人。弟兄们，你们没听错，王洪文不是国务院副总理，王洪文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当然，毛泽东在这一生中钦定过无数次接班人，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王洪文是他的接班人培养。在中共10大提名，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3位。第一不用说毛泽东，第二周恩来，第3就是王洪文。那什么鸡巴的康生啊、叶剑英啊、江青啊，那都在后边呢。邓小平被打倒了啊，那没有了，他就这么牛逼。我小时候，在我懵懂的时候，虽然王洪文已经被打倒了，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攻击他，还能看见王洪文的照片，就是他这么在毛泽东旁边拍手那照片，能看见。我们家有，因为我小啊，我他妈3、4岁、4、5岁的小孩，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看中国共产党的电影，那时候没有电视，共产党的电影，你想，我小时候看的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你看那个正面人物的形象是不是王洪文？你再看汉奸，全是中分头、小老鼠眼，对不对？那个时候全部都是用那个脸谱来定义正邪的，好人就是颜值高、浓眉大眼，那就是好人，特猥琐的那个就是坏人。我一看这是好人，我跟我爸爸说，我爸，王洪文是好人吧？哎呦，爸说，哎呦，儿子可别瞎说啊，王洪文是4人帮，他怎么会是好人呢？所以我幼小的心灵画了个问号。在我上学之后，为了防止像我一样的幼小的同学们犯同样的错误，同学们的脑回路都是他们一样的，都是傻逼嘛。看到一个人五官端正，好人；看到一个人五官邪魅，坏人。所以共产党在我年幼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不让王洪文的大头照出现，代之以动漫。你不是长得帅吗？长得帅，我不让大家看照片，我们给你画漫画。我小时候看到王洪文跟你们今天芳华、黄轩、王洪文是不一样的。黄轩的王洪文是非常严谨，几乎是非常真实的复刻了王洪文的形象。在台上的王洪文大概比芳华里边的黄轩还要帅，还要气宇轩昂。但是呢，我小时候可看不到这个，都是那个漫画画的丑死了，我操！你知道画的是王洪文，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汉奸小队长。为了防止我们小同学把王洪文当成好人，就用动漫来丑化王洪文。很多人今天就说，工农出身呐，包括毛泽东也说，工农兵出身他不会腐败的。我今天就要从王洪文这个事儿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什么出身腐败不腐败，与出身其实并无直接关系，甚至是相反的关系。真正制约腐败的是制度制约权力，权力受到制度的制约，它就能够不腐败。为什么日本内阁没人腐败呀？中国跟日本这么臭啊，天天攻击日本，我看没有一个大外宣大内宣说高市早苗贪污啊。为什么日本内阁敢公告自己的所有的个人资产有2亿日元的、1亿日元的、几千万日元的都公告了，家里有几块地、几个房子、几辆车、几个存款、多少证券都公告了。我看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在日本指出说，这个瘪犊子藏着很多很多现金，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真没有，就是敌人都挑不出来毛病。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就是几乎抓一个就是制度性塌方性的腐败呢？因为权力没有受到制度的制约。历史反而多次证明，工农兵底层人民群众出来的叛徒要多于资产阶级地主坏分子出来的叛徒。最好的样板就是重庆的渣滓洞里边的大叛徒，后来都拍了电影了，叫李德山那个原型，有个叫高有根，这2个都是贫寒人家的苦孩子。反而是那个里边像江竹君呀、李清林呀，这里边正面原型啊，还有什么江姐的一些正面原型，这都是地主富农甚至是反动派的子女。最厉害的就是
杨汉秀。杨汉秀的亲大伯叫杨森，杨森就是在四川最大的头子，那宁死不屈，绝不叛党。今天也是一样，你看啊，出身富贵人家的孩子得到偶尔的帮助，比如说我们牛小排同志，往往感恩戴德。其实我没什么帮助他，我就是点拨他，到今天感恩戴德。反而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当然跟我没关系，都是跟一些演艺知名人士有关系。他们比如说孙俪啊，就是资助了很多贫困山区的大学生，从小一直顶到大学，完了极大概率的反目成仇。为什么不给我钱了？孙俪阿姨为什么不给我钱了？你都长大了，你不需要，不行，我恨你，你太坏了，你没有良心，居然不给我钱了。我上了大学，你必须给我钱。袁立是吧？啊，我继承孙俪了，袁立啊，就是好多这样啊，不光是袁立啊，基本上都这样。所以毛泽东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中弄国家领导人，今天给王洪文翻案的也是错误的。说王洪文不腐败，你没见过他腐败。我跟你讲讲，那他怎么腐败的？有邓小平同志在，那他还黑材料还能少吗？毛泽东是见过大钱的，没有名义上的腐败。说毛主席怎么见过大钱？老王，你说看我以前的节目，毛主席跟他弟弟毛泽民在井冈山开中华钨矿的故事。那么没见过钱的这些土包子，到了中南海啊皇宫里边，他有钱和权力的考验，这老毛就忘了。或者说压根就没想起来。所有人都知道18级干部制度，对吧？毛主席、周总理如果是1级干部、2级干部的话，那王洪文、陈永贵也2级干部，不是？为什么？这就是刀比利有权利给他们卡住。吴桂贤就是那纺织工吴桂贤，真实故事跟大家讲讲啊，心里有病。什么病呢？这个吴桂贤当纺织工的时候，月工资不低，67.2块，那是很高的技术工人。我妈妈、我爸爸那时候才30-40块钱工资。他们就是67块钱高工资，但是你到中央不一样了。说那老王是不是给他提到670？没有，还是67块2角，平移过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同志，纺织女工。哎呀，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啊，这个国务院有好多好东西啊，他以为是免费的。我说真的啊，你别笑啊，是真的。就是国务院不喜欢开会喝茶吗？秘书局都给他们泡最好的茶。吴阿姨呢，就喜欢喝那个最好的茶，她喝了一杯又一杯。她不知道在国务院会议啊，在中南海里边开会，你喝的茶是要计数的，秘书局最后要报销的。领导人喝一杯茶是要收1角钱，他不知道，然后他就使劲喝。操，赶上好茶我使劲喝。到那个发工资的时候呢，67元2角呢就没了，道歉了。为什么？一杯茶1角，您喝的忒多了，净上厕所了。你看，你以为这个玩意儿是免费的？吴同志啊，从此产生了茶叶抗体过敏了。喝茶喝出这么多钱去了。从那儿以后，我说的不是造谣啊，因为没有必要造这谣。吴桂贤是谁，大家不知道，就中南海人都知道。吴桂贤阿姨从此一生不喝茶。再开会上茶，吴桂贤说啊，我喝白开水就好了，从此再也不能喝茶。没错，别给我提茶叶啊，别给我提，遭上病了。吴桂贤还是工人，那妈工资高的67块。陈永贵就没工资，因为是农民，是挣工分的。山西大寨那个地方的每个工呢是1.5块，1个月出满工是45，也就是说陈永贵全部按出满工算，人家是国务院嘛，有点特权，所以陈永贵同志的每个月的月薪是45元人民币。山西省委省政府每个月给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补助100元，中共中央再给陈永贵补助1.2块的生活费，一个月36，所以陈永贵一个月的收入是100加45加36，181块钱。自打拿着181块钱的月工资以后，表现出了跟吴桂贤完全相同的症状，视金钱如老婆，用起来十分节俭。因为吴桂贤喝茶，陈永贵也知道，所以陈永贵作为后起之秀，看到了吴桂贤喝茶的惨状。陈永贵同志在国务院呢，戒骄戒躁一毛不拔，在行为上、享受上以及人生乐趣上，都做到了克制的极端，非常的廉洁。他不是说对别人廉洁，他对自己都很廉洁啊。外宾访问中南海，送给陈永贵一些计算器，陈永贵都不敢自己拿走
怕哪天报销的时候又给他算个天文数字啊，所以就要上交。这是陈永贵的行为。基层提拔的工农说完了，那兵或者保安王洪文呢？王洪文是见过的，因为他是长春新京长大的，到了上海滩见过，但是没吃过玩过。所以呢，上海帅哥表现出了跟那两个土包子完全不一样的行为。王洪文在上海的月工资是多少的？定的也很高啊，68元人民币。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呢，王洪文没有像陈永贵那样，我操，那个视金钱如老婆，没有。到了中南海以后，玩的非常 happy 啊。他不光是玩钓鱼、打猎，喝酒，尤其爱喝茅台。谁带他喝酒啊？叶帅、叶剑英。这个里边你又得讲叶剑英这个人高啊。叶剑英作为军队的毛泽东最信任的领导人，就喜欢王洪文，在中央军委给王洪文弄了一个别墅。小王喝多了不要走了，在这儿跟我一块儿。咱俩一块儿喝吧。因为叶剑英爱玩啊，年轻的时候长得也帅啊。我操，一看上海来了个小开，来一起，吃喝玩乐啊。王洪文呢，动之以情，吃人家嘴短，用人手短，一定要请回。1974年1月，10届二中全会开了3天，王洪文邀请上海老乡，就是上海代表团，请了2顿大饭。一次是从上海莫有才菜馆，老字号叫莫有才，调原班人马的厨师、餐具、厨具和调料去北京做上海菜，请大家吃中餐。开了3天会嘛，消化下去了，再吃顿西餐。西餐谁做的好？上海锦江饭店做西餐做的最好。锦江饭店的西厨全去，带着家伙事去北京，给王洪文和上海中央委员做一顿西餐。所以王洪文相当潇洒。上海方面呢，那是不是给王洪文报销的单子吓死他？不是，上海方面给王洪文各种生活补贴，具体数据是多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叫徐景贤，不敢说，也不敢问。徐景贤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知道？数字之大，以至于1975年3月10号，徐景贤给张春桥和姚文元写信告状。据竞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多少钱，他吞吞吐吐地说几百块吧，但始终未说具体数字，并说每次都是洪文同志亲自打电话来要的。连竞标自己也说，恐怕数字太多了。竞标是谁呢？市委书记徐景贤提到的竞标叫张竞标，当时的时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管钱的。那个马老是谁呢？马老叫马天水，是时任的上海1把手、上海市委书记。1976年10月，王洪文倒台，从他钓鱼台的住所抄到了装现金的信封，都是从上海各机关给他的。所有的信封都未拆开，里边都是钱，所谓给洪文同志的生活补贴。从1976年1月到1976年10月，抄出来的生活补贴是多少呢？是1000来块钱，不算多，一个月差不多100多块钱。在他的警卫员里也抄到了同样的信封，是给警卫员的补贴，一个月呢15块。王洪文爱喝茅台酒，那被捕以后，专门因为他喝茅台酒这个事儿，又做了一篇文章。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的茅台酒在市面上买不到的，都是特供的，那时候系统腐败了。内供的茅台酒多少钱呢？一瓶茅台6到7块人民币。人民大会堂钓鱼台每次国宴，那茅台都喝不完，喝不完之后呢，就折罗。比如说这一桌剩了2/3瓶，那一桌剩了1/3瓶，这不一凑不就又变成了1瓶吗？变成1瓶之后，拧上新的盖儿，把这些酒渣，就是残酒，重新装瓶满瓶之后呢，中南海内部消化，这也是一种腐败嘛。多少钱一瓶？内部消化也得入个账啊，1块钱一瓶。那这事儿呢，王洪文听到了，我操，在他妈的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能1块钱一瓶茅台买到，自己就去买茅台酒，那几乎都给包圆了，以至于别人都买不着了。所以呢，在中南海疯传，把他妈的王洪文贬损了一通，以至于毛泽东手下的另外2个小孩嘛，爷书桌的小孩科吧，到毛泽东那告状，说王洪文来我们这儿占便宜，没门儿。
就是不卖给王洪文，当然不可能啊。那王洪文的表现为什么跟陈永贵和吴桂贤不一样呢？因为王洪文想的是我将来是国家领导人呀，我要摆平方方面面呀，我他妈要分田分地真忙，我要搞好关系啊，请客吃饭呀。所以王洪文呢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他把上海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安排他的小弟，这是徐景贤说的啊，我引用那段话是徐景贤回忆录，叫10年一梦，就是回忆文革，这些内容都是徐景贤说的，那假不了。说王洪文安排他在工总司啊，就是造反派的工总司里的小弟儿，叫马振龙，当上海市轻工业局的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上海轻工业厉害啊，各个工厂的产品都归他管，所以马振龙负责源源不断的给王洪文输送上海的工业产品，吃喝玩乐，从中华香烟、酒、糖、罐头，包括酒心巧克力，那时候都是洋货，手表、奶粉、照相机、打火机、收音机、电视机，设宴请客用的高级瓷器、高级玻璃器皿，全部送到北京，特供给王洪文。高档的食品、用品、百货，包括渔具、猎枪，全部都是从上海调拨过去的。哎呦，那说老王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就是徐景贤怎么知道？你看，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什么？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小人。王洪文倒了，小人自然会添油加醋的把这些东西都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们讲啊，所谓的王洪文、毛泽东不腐败，你的局限性是局限在今天。比如说今天人不缺肉吃，因为毛主席最大的人生爱好就是吃个红烧肉啊，他一个月能吃几个钱呀？那是你今天啊。但是毛泽东每次出差他都是坐专列的，而且他不说到哪儿，他想开就开，想停就停，他哪天想住就住在那儿了，哪天想走就走。毛泽东的专列一走，中国铁路都要重新编组，重新为毛泽东的专列让行。当时中国的货运客运都靠铁路啊，就毛主席出来这一趟，全国铁路重新调一次，你说是多少钱？毛泽东到哪儿不住酒店，都要住到一个行宫里边，庐山呀、北戴河呀、莲蓬山呀，都有他所谓的别墅。各地为了欢迎毛主席来访，都修了所谓的行宫，很多行宫毛主席根本就没去过。还有更多的行宫这一生只去过一次，这些行宫都是按照中南海的装修标准建造装修，甚至都有人防工事。我问你，在那个年代，这个算不算腐败？这花多少钱？文革期间，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能自由出版，唯独毛泽东选集你必须买，还收钱啊！毛选居然不是免费赠送，居然是收钱，稿费是要给他的。他死之前的稿费居然存了上亿人民币，你这不是腐败吗？为什么不让别人卖书，只能买你的书啊？全国人民过得都不好，吃都是粗粮陈米，忍饥挨饿。援助其他国家，什么阿尔巴尼亚、越南，大手一挥，给阿尔巴尼亚全国修水泥碉堡，送飞机坦克。那水泥碉堡的标号之强，是中国国内都没有的，修的比厕所还密。直到今天，你去欧洲阿尔巴尼亚旅游，还能到处看到毛主席给修的碉堡。加拿大援助中国的小麦，本来是给赈灾灾民用的，大笔一挥就转送给亚非拉小兄弟。唐山大地震活埋了很多人，面对全世界的救援需求，大手一挥，我们不需要。多少唐山灾民雪上加霜，错过了救援的黄金时刻。什么叫腐败？不吃红烧肉不叫不腐败，堵不上腐败的漏洞，一个人独裁这样的遍地是灾的体制才叫腐败。所以王洪文是小巫见大巫，收集酒渣的行为跟毛主席和周恩来爷叔辈的这种系统性的大腐败相比，王洪文还真不是腐败，贪小便宜，他是占便宜，他是替人民群众解决一下中南海的制度漏洞问题。充其量来算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能占一点便宜占一点便宜。上海男人的节俭心态，他的一生为什么最终成为悲剧？毛泽东拔擢他，但毛泽东自己顾不上他，懒得管啊。毛泽东游泳池很忙，要看书啊，要跟张玉凤啊、孟锦云要切磋一下武艺，传播一下滴虫，做一下滴虫培养实验。
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培养王洪文，他交给周恩来和叶剑英培养。我一说这句话，你们就知道完了，没人保是啊，不但没人保，